日本皇室究竟有多奇葩？一个先天不足、路都走不稳的弱智王子，居然想纳日本第一美少女芦田爱菜为妃。这个眼睛眯到只剩一条线的大男孩，就是日本现任皇储悠仁亲王。他6岁还不会走路，8岁还认不出自己老爹，连个位数的加减乘除都算不利索。唯一一篇获奖作文居然是抄的，大量日本网友质疑他有智力问题。而美少女芦田爱菜是天才童星，从小清纯可爱，6岁时身价就已过1000万，如今更是考上名校庆应大学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观众们见此纷纷把爱将快跑打在了屏幕上。日本皇室之所以急着给未成年的悠仁找老婆，是因为他们近亲结婚几百年，现在已经快要绝后了。一位日本知名教授更是大提建议，说王妃的最佳人选就是芦田爱菜，因为这小姑娘还算优秀，配得上悠仁亲王。关键日本皇室好像真有这意思。早在2019年，皇室就邀请年仅15岁的芦田爱菜在德仁天皇加冕大典上致辞。据说她当天穿的和服是一件有着100年历史的文物，这可是老牌日本艺人都没有的待遇。王室难道真有在预定未来王妃吗？拜托小日子，你们拉郎也要讲究点仁义道德吧。有人可能会抬杠，当王妃有啥不好，身份尊贵，吃穿不愁，只能说你太单纯。日本皇室的奇葩和凶险，3天3夜都讲不完。日本的菊花王朝是当今世界上存在最久的王室，家徽是16瓣的大菊花，已经传了整整126代，他们的目标是传上8000代。菊花王朝自称是天照大神的后裔，血统十分尊贵，皇室成员生病只输自己的血，因为输别人的血会污染天神血脉，天皇会定期去医院抽血存放，就是为了某天做手术时有血可输。如此高贵的天神血统，自然不能与平民通婚。从第14代天皇重哀开始，日本皇室已经内部消化了100年，天皇们不是看上自己姐姐，就是娶了自己姑姑。第16代天皇仁德为了娶亲妹妹，活生生把原配皇后给气死。第25代天皇武烈更是直接封了自己老母为皇后，主打一个肥水不流外人田。这么一代代搞下去，日本皇室没绝种已经算是奇迹了。当然，智障和残疾还是出了不少。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治天皇就是近亲通婚的产物，他的7个兄弟姐妹全部夭折，自己还算幸运，只是天生腿瘸。明治天皇为了延续后代，娶了7个妾室，生了15个孩子，夭折了11个，幸亏祖宗保佑，给他留了一个儿子继承王位。我们最恶心的裕仁天皇就是那个2战战犯，他也是个天生残疾，体型瘦小，先天近视，脊柱侧弯，属于活着都算感天动地的类型。到了现代，日本皇室终于意识到内部消化会出大问题，但这时候皇室的基因已经被霍霍的不成样，天皇亲王们一个个长得既磕碜又袖珍。明仁天皇身高1.62米，德仁天皇身高1.63米，1.73米的文仁亲王直接入选日本皇室巨人榜。子嗣单薄也是日本皇室面临的巨大问题，甚至很有可能因此绝户。由于内部通婚太久，他们家已经很难生出男娃了。尽管日本历史上曾出过好几任女天皇，但1889年的明治宪法正式规定，天皇只能有男性继承，理由是女天皇会导致血统不纯。这一代代的内部通婚，血统倒是真纯，纯到快要绝后了，给子孙后代挖了好大一坑。一场现代版的宫斗闹剧正在日本悄然上演。日本皇室居然要绝后了！由于多年的近亲通婚，日本皇室子嗣单薄，生的孩子非死即残，延续了2000多年的日本菊花王朝，这次真的要嘎了吗？日本的现任天皇叫德仁天皇，他只有一个独女爱子公主，可日本皇位传男不传女，德仁天皇绞尽脑汁，甚至想要通过修改法律来让女儿继承皇位。他又是让爱子公主参加皇室活动，又是让记者发声，希望尽早修改皇室典范，疯狂给女儿铺路。可惜这爱子公主没能遗传母亲的美貌，反而跟老爹复制粘贴，长得实在不讨日本民众喜欢，曾因为太胖被网友喷到自闭。可怜的公主为了减肥，竟在1年之内暴瘦36斤， BMI 值跌至13.8，已达重症等级，简直就是个纸片人。虽然爱子这么努力，但他依旧得不到皇位继承权，因为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他的叔父也就是德仁天皇的亲弟弟文仁亲王，眼看着哥哥这边没人继承，他居然逼着自己40多岁的老婆冒着生命危险拼3胎，高龄做试管，胎盘前置，剖腹产时大出血，硬生生搞出了一枚日本皇室几十年来的唯一男丁悠仁亲王。悠仁一出生，爱子公主的努力全白费，原本没啥存在感的文仁亲王一家生下儿子后彻底扬眉吐气，甚至大有逼宫之兆，直接开演现代版宫斗剧。文仁亲王大搞营销，说悠仁3岁会插花，6岁会发明，让日本民众一度以为悠仁就是岛国第一神童，皇室未来可期。
妻。可随着悠仁慢慢长大，日本网友逐渐发现，这咋跟你们宣传的不一样啊，货不对版啊。悠仁每次出现都是畏手畏脚，参加活动一句话也不说，像个木头人。还有媒体爆出他跟家人沟通竟然是打手语，用的还是发育智障儿童的专用手语。更绝的是，有人爆出悠仁的入学资格是买的，得奖作文是抄的，网友特地搞了个调色盘，那简直是一毛一样，标点符号都不带改。悠仁参加的皇室活动不多，但每次都能给皇室制造新惊喜。2014年一场公开活动中，已经8岁的悠仁认错了自己老爹，对着德仁天皇大喊爸爸。皇室成员一起参观消防车，悠仁全程没看过消防车，反而一直盯着人家美女解说员看。16岁生日，悠仁被皇室拉去参观农田，他全程表情麻木，在田埂上晃来晃去，惹得日本网友直吐槽亲王好像一个活了200年的老人。虽然这悠仁亲王要长相有洋相，要智商有痔疮的，但人家是个男的啊，这一点就足以被日本皇室当成大宝贝了。这不，悠仁才刚满16岁，皇室就琢磨着给他选妃，还有人提出让他赶紧去动京，就算日后生不出孩子，也能利用高科技实现他们王位8000代的梦想。悠仁的母亲继子妃也是母凭子贵，现在拿着比以往高3倍的生活费，要知道搁以前他可是给妈妈买件衣服都要被皇室骂的。悠仁他爸更狂，甚至当着公众说，我觉得天皇应该考虑退休了，我哥在我家其实没啥人缘之类的大不敬逼宫言论。其实文仁亲王跟德仁天皇的梁子也不是1天2天了，年轻时文仁跟继子坠入爱河，急着要结婚，皇室说不行，你哥德仁还没结婚呢，你这叫僭越。文仁就天天催哥哥结婚，结果这德仁是个痴情种，一心苦等那位美女外交官雅子，到了30岁还没结婚的打算。文仁很不爽，但也不敢说啥。民间疯传继子在待婚期间2度堕胎，大学毕业了也不找工作，就一心想着嫁入王室。讲真，继子年轻时还挺好看的。扯回来，到了1990年，文仁已经25了，实在不想等了，竟然直接在昭和天皇的丧期中准备婚礼。两人穿着黑衣服宣布婚事，把皇室气得半死。两人结婚后生了2个女儿，贞子公主和佳子公主。原本他们还想趁着年轻拼3胎，能有个儿子是最好。结果皇室又来巴巴了，说没看见你哥德仁还没生孩子吗？你这叫僭越。文仁再次不爽，但依旧不敢说啥，只好停止造人运动。没想到德仁这边很不顺利，雅子皇后又是流产又是抑郁，只生了1个女儿，把皇室急得要死。就在这时，文仁挺身而出，跟继子妃一顿操作猛如虎，成功造出了悠仁亲王。有儿子了，这憋屈了几十年的文仁一家还不得赶紧嚣张嚣张。就连英国国王查尔斯的加冕典礼都是文仁和继子妃一起出席的。可怜那位被关在深宫中的雅子皇后，活生生被封建的日本皇室逼成了抑郁。在日本当皇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一句话，堪比坐牢服刑，不能自由出行，没有电话号码，买件衣服要受审核，甚至连开口说话都是一种错误。现任皇后小和田雅子就是日本皇室的典型受害者。她虽没有贵族血统，但家世非常显赫，父亲是联合国大使、外务省副外相，母亲毕业于名校庆应大学。雅子从小受高等教育，先后在莫斯科、纽约等地留学，拥有牛津、哈佛双学历，通晓多门外语，被誉为日本最有前途的外交官。1986年10月，雅子陪同父亲一起进宫赴宴，皇太子德仁对他一见倾心，展开疯狂追求。小说里被王子看上，那是走上人生巅峰，可雅子被这亲王看上，却是噩梦的开始。首先就是皇室1万个不同意，原因很简单，雅子是平民，没有神族血统，而且雅子长得太高了，会压丈夫一头。其实雅子只有1.64米，就是正常女性的身高，但太子德仁只有1.63米，雅子要是穿个高跟鞋站他旁边简直就是个巨人。理由一大堆，但德仁一概不听，表示非雅子不娶，直接跟皇室杠上了。我说您别一厢情愿啊，好歹问问人女孩子的意见吧。果然雅子本人也是1万个不愿意，人家是个高材生，前途一片光明，干嘛要进宫去坐牢啊？为了摆脱德仁，雅子干脆去英国留学了。谁知道日本狗仔竟然跟到了他学校，没办法，雅子只好开了个新闻发布会，说我跟太子没啥关系，求你们别问了。2年后，雅子学成归来，德仁又开始发力，雅子可能被感动了，就开始试着跟德仁约会。坊间也有传言说雅子是被吓到了，她的前男友突然离奇死亡，可能是皇室动的手脚。这个消息真真假假，大家自己判断。没过多久，德仁就求婚了，这时候雅子依旧没答应。皇室一看再拖下去，皇子就过了最佳生育期了，于是德仁他妈美智子皇后亲自出马，说雅子啊，你喜欢搞外交，来了我们皇室搞外交就更方便了。雅子一听觉
觉得这条件可以，就答应了德仁的求婚。没想到日本皇室就是赤裸裸的诈骗啊！别说搞外交了，雅子进宫后连多说2句话都要被骂。订婚典礼时，雅子的发言比德仁多了28秒，皇室立即对他下了封口令，说你以后不能随意讲话。这之后的所有发言，雅子都是照着皇室给的稿子念的。给一个女外交官进言，这操作真牛。这还只是悲剧的开始，雅子开放的国际天性注定与保守的日本皇室无法融合。婚后的雅子不能工作，不能自由外出，由于一直没能生下孩子，她连娘家都不能回。日本国民也对这个太子妃颇有微词，一个记者还特地出了本书批判雅子，说太子妃精神不安定，不能母仪天下。德仁亲王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分居，要么离婚。如果都做不到，那他这太子也不要当了。日本著名杂志《新潮周刊》更是高调发文，说雅子妃身患让人听不懂的疾病，令人恐慌。其实在日本是没人敢妄疑皇室的，这些人敢光明正大攻击雅子，很大可能是受到了皇室的首肯。唯一支持雅子的只有德仁亲王，可惜德仁那时候还没继位，没啥实权，雅子只能忍气吞声。1999年，结婚6年的雅子终于怀孕，日本狗仔队在皇宫门口日夜蹲守，还出动了无人机，把人家搞得心力交瘁，不幸流产，患上了严重抑郁症。2001年，雅子生下女儿爱子公主，直到这时，她才第一次被批准回娘家探亲，怎一个惨字了得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，德仁成为天皇，雅子终于能出国访问了，虽然次数不多，但好歹也算出狱了。可笑的是，现在的雅子已59岁高龄，还有不少日本网民盼着她再生一个儿子。曾经那个意气飞扬的女外交官，如今只能窝在深宫中蹉跎完一生。弟媳继子妃更是高龄生子，地位飙升，不知道雅子今后的生活会走向何方。雅子虽然惨，但跟婆婆美智子比起来还算幸运的，至少德仁是真的爱她。而美智子作为日本第一位平民皇后，她曾公开表示，我拒绝跟明仁天皇合葬，我们之间没有爱情，我只是一个会说话的子宫罢了。美智子跟雅子一样，也是出身豪门的平民，她在一场网球赛上与明仁天皇相识，人家跟皇室成员打球都是小心翼翼，只有美智子毫不留情，把明仁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明仁一看这个女生不简单，我喜欢，老套路，皇室不同意，明仁发誓非她不娶。当时正值日本战败，日本民众对皇室很不爽，为了打造亲民形象，皇室勉强同意了这场婚事，但他们还是打心眼里看不起美智子。提亲的时候连门都没上，就打了个电话通知人家。美智子父母当然不同意，他们虽然是平民，但家里贼有钱，手握日本老牌本土企业日清制粉。你皇室既然看不上我们，那就不用勉强。但没过多久，美智子还是同意了这桩婚事。有人说因为美智子收到了明仁的一封信，被他的情真意切打动，也有人说是皇室派人给他家企业捣乱，美智子为了家族不得不认。为了给女儿撑场子，美智子父母准备了巨额陪嫁，珠宝装了整整3卡车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没得到皇室尊重。婚礼当天，美智子父母甚至没有去观礼，因为皇室说他们是平民，不能进宫。婚后，美智子彻底失去自由，要上几十门礼仪课，就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。她的婆婆良子皇后更是百般刁难。1975年，电视直播良子皇后与天皇访美，临行前跟亲人握手告别，直接跳过美智子，全国人都看到了美智子出丑。还有一次，良子皇后故意陷害美智子，给她找了一双长度没有过手肘的手套，害得美智子被贵族们呵斥，说她没有教养。这些委屈美智子全都忍了下来，直到老封建们放出了杀手锏，构陷美智子是个异教徒，说她教坏皇室成员。美智子百口莫辩，当众下跪，一时间急火攻心，竟然得了失语症。生病的美智子被罚进冷宫，不能见儿子，也不能见丈夫。婚前百般柔情的名人也没能帮到美智子一星半点。2000年，79岁的良子皇后终于没了，可此时的美智子也已经66岁高龄，她老了也累了。这几十年里，她受尽折磨，患上重病，甚至失去了一根肋骨。如今日本皇室又看上了国民美少女芦田爱菜，据说要把她娶进来给悠仁亲王做妃子。就想问一句，日本皇室这封建主义和劣质基因到底还要毁掉多少美少女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你觉得日本皇室能传到梦想中的8000代吗？欢迎评论区开会讨论，关注社长，下期更精彩。